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一个残酷的社会真相，那就是普通人不可能三角，平时可以少吃亏，关键是他就是能保命。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6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新朋友您别忘了点个关注。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个热点事件。因为前几天好几个朋友给我发私信，也有留言的说，大卫你敢不敢聊聊国内那个广西贵港女孩？这事儿把我给问着了，我还特地去看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看完了以后我就把这外套穿上了。虽然说今天洛杉矶的气温都30多度，我看完以后仍然觉得背后发凉，现在还冷着呢。这个节目我就从3个方面跟你聊聊我的看法。首先，事情的经过，有图有视频。第二，它和其他事件的关联是什么？最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忠告。咱们先看一下国内媒体报道。为了稳妥起见，我特地看了网易、搜狐，包括腾讯，大家都有报道。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引述：广西女孩当街被强行架走，拼命呼救，医院辟谣引质疑。这是那个标题。我现在简要给你还原一下这件事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焦点。广西贵港一名女孩当街被多人强行架上一辆救护车运走，女孩声嘶力竭地哭喊，并疑似说我有乙肝。网民质疑为何被强行带走，医院即辟谣。然后呢，有网友直指说，辟谣最好的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澄清。这个事儿发生在6月13号，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过去了14天了，这个人呢仍然没有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报道。通过视频，大家得出结论：6月13号，在广西贵港旧西站，众目睽睽之下，一名女孩被5、6名男人强行抬上担架，还用类似精神病院的束缚带之类的带子固定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女孩拼命的挣扎哭喊，喊出了我有乙肝，但现场的人没有人出手阻止。有网友说，该女孩是被一辆车碰撞，只受了轻伤，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救护车硬把她抬走了。女孩当时拼命反抗，让围观者打110报警。网民纷纷质疑，怎么这么多人都是哪儿来的？女孩看上去没有多大的事故，为什么要强行把她缚束然后架走？也有网民贴出了真正的救护车的对比图，认为现场的救护车是假的。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女孩第2天被送走了。也有一些人指出，照片中有5名男子，其中有1名并没有穿医护人员的衣服，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和一个牛仔裤。而这套装束通过大数据对比，大家发现它同时出现在一辆24小时器官移植的事故中。那个事故只是一个宣传的，但这俩人长得很像，衣服居然是一样的。后来贵港市人民医院发通报，声称在声明发是6月23号，也就是昨天，贵港市先一路西旧站一名女孩被车撞伤，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女孩拒绝就医，医护强行带走女孩的原因是女孩未成年人不能做决定。交警联系家属并征得同意，将女孩转至医院。女孩在医院留观4小时余，生命体征平稳后已被家属接走。不过官方的通报引起了网民更多的质疑。我刚才是原文照读国内媒体的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清楚了。那这么个事怎么会引起人们的争议焦点是在这儿。同时这个事儿发生在2023年，也就是1年前。这种事儿让整个广东、广西、云南一带都在有一件事引起了质疑。我们来看一下，
来源于网易新闻，标题是学生突发疾病倒地，校长却阻止送医院，说送的话就完蛋了。那个视频我也看了。2023年12月16日，王宇杰，男，21岁，广州增城松田职业学院大三的学生，早上8点25分进教室跟同学有说有笑，但是26分钟的时候倒地晕厥，当时老师在课堂上没有发现，学生告诉老师马上打120。然后呢，王宇杰口吐白沫，开始失去意识。学校有校医，由于老师没有校医的电话，导致校医10分钟后才知道，结果抢救无效死亡。学校直接送殡仪馆火化。然后呢，这位小伙子还是一位学校田径的运动员，身高1.92米，身体非常健康。焦点是来自于那段视频。时间关系，我就不给你放那个视频了，我只给你讲关键点。学生家长与校领导的对话视频中引起很多网友的愤怒。声嘶力竭的家长与淡定的校长视频中，几位家长问120来了，110也来了。然后呢，一位家长打断了校长的长篇大论，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家长要送医院？你不让送医院？校领导说不能送，送的话就完蛋了。然后呢，这个孩子被送到了殡仪馆。当家长到殡仪馆的时候，孩子已经通过紧急的程序完成了火化，人没了。这是第二件事。实际上，第三件事才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在2022年1月1日下午4点46分，在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4楼手术室，医护人员和人体器官获得者 OPO 协调员一起站在病床边，向一位离世的90后小伙刘伟（化名）鞠躬致哀，举行简单又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表达对这名器官捐献者的敬重之情。逝者是一名28岁的男性，于2021年12月24日在广东中山横兰镇因车祸致重型颅脑损伤昏迷不醒，120救护车送至中山博爱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因伤势危重，经过抢救，患者仍深度昏迷，瞳孔放大固定，无自主呼吸，由呼吸辅助，临床评估考虑脑死亡。在中国的法律中，一个人脑死亡就可以视为这个人已经没了。中山人民医院 BOB 应该叫 OPO 协调员叶丽荣表示，2020年12月29分下午，亲属签下了人体器官捐献同意书，同意刘伟逝世后捐献所有有用的器官给需要的病人。2021年1月1日下午，医护人员开始了捐献器官手术。据了解，此次逝者将捐献心脏、2个肾脏和1个肝脏，救治5名重症患者。中山市人民医院普外医科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孙强表示，逝者捐献的1个肝脏将挽救2个人，就1个肝捐出2个人。医生通过肝脏劈离手术，把捐献者的肝分成2半，其中200多克肝脏将要运往上海，挽救1个小孩的生命，另外一半1000多克将在中山市人民医院为一位65岁的肝硬化的女性患者进行右肝移植手术。这名女性患者已处于慢性肝衰竭状态，随时有生命危险，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肝脏器官。孙强医生表示，肝移植手术将在6点半开始，需要5个小时完成肝移植。据了解，送外的肝器官需要争分夺秒，时间越短越好。为了保障肝脏尽早送达，中山市人民医院联系好交警护送，将由广东中山交警铁骑护送至珠海机场运往上海。感谢这名逝者家属的大爱，是家属一个善良而伟大的决定，让5个重症患者获得新生。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向这名捐献者表示敬意。中山市人民医院
器官移植协调员叶丽荣说，在当天晚上，捐献者的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将给另外几名重症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生命的延续通过一场爱心捐献完成。这名90后逝者将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谢这名捐献者大爱精神，没有他的捐献，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希望。在手术室外，几位受捐者的家属正在等待，他们期待着手术室门推开，他们的亲人将重获生命的希望。据了解，截止当天，广东中山合计完成器官捐献305例，捐献心、肝、肺、肾等大器官1130多个，捐献眼角膜213个，共1340名患者得到救治。单个捐献人体器官利用个数 3.74， 其中2016年100万人口器官捐献率最高达 15.9， 全国平均水平为3左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刚才我讲的广东发生的2个事儿啊，和那个贵港女孩有没有联系呢？大卫就不跟你做直线的沟通了，您自己去评估。最后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必须告诉他有一个残酷的社会真相，叫做普通人不可能三角。就是第一，普通人有好处的事儿还不排队，这里边一定有一个是假的。所以说，如果你自己认为是个普通人，当有人告诉你很好的事儿还不用排队的时候，您就得打个问号了。比方说前几年有人在电视里告诉你一定要打苗苗，让大家都打，现在你回头看，那是好事吗？另外有人告诉你有的房子现在打7折了，人们都在排号买，你觉得买完了以后它还是真正的是好房子吗？最后结果啊，那就是个楼花房，根本就没有盖，但是你仍然要还银行的贷款。所以说作为普通人，您牢记这一点，也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平时少吃亏，关键时候他也能保命。我预祝广西贵港这位哭喊说我有乙肝的女孩有一天能够平安的在媒体告诉我们她的平安，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平安都是我们的牵挂，好吗？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一会儿调整一下心情呢，给大家分享今天重要的5件大事，大家敬请期待。再见。